王淑娟忙完一天的活后，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，却没注意到暗处竟有一双眼睛偷偷注视着自己。关好门窗后，王淑娟正欲洗澡，外面却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王淑娟小心翼翼地询问后，得知是村里的马浩过来借牌。王淑娟想让马浩在外头等，可意外却发生了。马浩突然将王淑娟推入屋中，欲图不轨。你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，嫁了啊！王淑娟想吓跑马浩，但此时的马浩却是箭在弦上，他直接一把扛起王淑娟就往里屋去了，全然没注意到自己丑陋的行为早已被人发现了。而这个藏在暗处的男人，其实是王淑娟的丈夫杨东。看到其他男人与妻子纠缠的一幕，他早已怒火中烧，冲上前一把拉开了马浩，就想乱拳打死对方。可杨东万万料不到，马浩被甩开后，后脑勺竟受到了重创，鲜血直流，抽搐了几下，直接没了动静。发现不对劲的杨东缓缓上前检查，却发现马浩已经没了气息。强烈的恐惧感瞬间袭上夫妻俩的心头。杨东明明是王淑娟的丈夫，他为何要躲在暗处监视自己的妻子呢？原来杨东常年在城里打工，每年就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，妻子王淑娟则留守在家照顾孩子、料理家务，两口子长期分居两地。杨东不知道从何时起，竟开始怀疑妻子在家里有人了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，杨东瞒着家人偷偷回到了家，并躲在自家厨房里，想对妻子来一番暗查。可没想到却撞见了妻子和马浩纠缠不清的一幕。杨东想教训马浩，结果竟弄出了人命。夫妻俩此时都已经吓到魂飞天外。王淑娟缓过神来后，第一时间安慰杨东，说马浩想侵犯她，死了是他活该。王淑娟试图让丈夫冷静下来，可杨东却早已乱了手脚。法律意识淡薄的他觉得杀人必须得偿命。王淑娟闻言顿时痛哭不已，说她和孩子不能没有杨东。杨东经过片刻思考后，和王淑娟一合计，决定将马浩埋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村里的二狗突然敲响了杨东家的大门。谁？啊，娟姐，是我二狗子。那个阿浩哥有没有来你这儿接牌啊？二狗是来找马浩的。王淑娟看了眼床底的杨东后，急忙说没有。二狗闻言顿感疑惑，不死心的他又贴着门听了一会儿，没发现异常后，最终悻悻离开了。夫妻俩随后就趁着夜黑风高，将马浩的尸体埋在了后山上，意外弄出人命。夫妻俩的心仍卡在嗓子眼上，一点动静都能让他们汗毛直立。而虽然处理完了马浩的尸体，可心有鬼祟的杨东却越来越害怕。你确定刚才没人看着咱们？没有。这坑挖的够不够深？万一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就完了。不会被人发现的。此时的杨东仍无法冷静下来。王淑娟短暂思考后，则马上问杨东，今天回村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发现？得到杨东否定的回答后，他当即让杨东回城里避避风。王淑娟显然是想制造假象，既然没人看到杨东提前回村，那万一哪天东窗事发，杨东就有不在场的证据。计划好后，王淑娟便开始催杨东动起来。记住，不管谁问你，你都没回来过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就算警察把我抓住了，你也什么都不知道。大难临头，王淑娟并没有放弃丈夫，而是做好了将祸事独自揽在身上的准备。可她万万料不到，不久后自己竟将因此被杨东推入深渊地狱。当杨东背着行李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。可杨东万万想不到，自己竟碰上了小舅子小华。杨东急忙拉衣领遮挡，此时的小华正处于醉酒状态，还想拉杨东去喝2杯。担心被其他村民发现，杨东立即甩开了小华的手，最终在小华的骂骂咧咧中离开了村子。王淑娟则顶着内心的恐惧，将地上的血迹清洗干净，却不知道两人毁尸灭迹、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，已经让整件事的性质彻底发生了变化。儿子一夜未归，马浩的母亲开始到处找人，王淑娟只能强装镇定地应付。由于不敢一个人在家住，王淑娟跟女儿一起住到了母亲家。可她万万想不到，自己的弟弟竟睡眼惺忪地告诉她，昨晚看到杨东了。你看见他了？哦，这说也挺奇怪的，我叫他，他也不理我，还跑了。哎，他姐夫回来了？弟弟的话和母亲的疑问，让王淑娟瞬间慌张了起来。
但缓过神来后，他马上否认说，肯定是小华昨晚喝多了，看错人了。杨东明明还在城里。王母闻言，顿时也觉得是儿子喝多了。这下小华不禁也自我怀疑了起来，最终赞同了王淑娟的话。而此时城里的杨东仍处于惶恐不安中，脑海里全是那晚的记忆。就在这时，王淑娟突然打来电话。原来过年将近，杨东原定明天返乡，而王母知道女婿一年到头都在外面，难得回一次村，便想让杨东早点回来，却不知道心有鬼祟的杨东根本没有过年的心情。王淑娟担心杨东露出马脚，急忙拿过电话：“该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吧，这边都挺好的啊。”得知村里还没有风吹草动后，杨东决定第二天下午回村。可意外却发生了，这天2名警察突然找上了王淑娟。原来截止到今天，马浩已经失踪3天了。马浩的家人苦寻马浩无果，最终报了警。警方很快根据收集到的信息，对王淑娟进行了调查。担心事情败露，王淑娟强装镇定地告诉警方，当晚自己从母亲这离开，回到家后没多久就睡下了，没见到马浩来找，又或者是睡得太熟没听见。可是据我们了解，二哥晚上10点来敲过你们家门，当时你们家灯还亮着，你还应了他。啊，二狗是来过，说是找阿浩的，当时我正起夜呢。面对警方的盘问，王淑娟似乎早有准备，最终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。可没想到，就在2名警员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杨东恰好提着行李来到了家门口。见到警察，杨东顿时吓得亡魂皆冒，下意识地想逃跑。站住！你躲什么躲呀？怎么见我们就走啊？意识到不对，王淑娟马上跑上前，向警员介绍杨东是自己的丈夫，在城里打工，刚刚回来。杨东缓过神来后，也急忙谎称，以为自己走错家门了。对，哎，是，我们今年围墙新翻修的，我丈夫1年就回来1次。可能不知道。得知杨东常年不在家后，警员没有继续盘问，转身离开了。夫妻俩这才松了口气。然而，当王淑娟询问杨东那天晚上离开时是否碰到他弟弟小华的时候，杨东的心再次悬到了嗓子眼，以为小舅子跟警察说了。王淑娟见状急忙说，小华只跟家人提起过，并且他已经认为自己是喝醉酒看错人了。王淑娟反复安慰杨东，想让他放松。然而王淑娟不知道，因为这场意外，杨东的心里已经逐渐扭曲，晚上经常在噩梦中惊醒。夫妻俩表面上假装平平静静的过日子，可实际上却整日提心吊胆，担心事情败露。为了缓解这种恐惧，杨东在妻子的建议下搬到了丈母娘家住。然而就在杨东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，竟又听到了有关妻子的风言风语。原来那天晚上，马浩曾跟二狗说过，要去找独守空房的王淑娟找乐子。马浩觉得杨东常年不在家，王淑娟肯定会寂寞难耐。那天晚上我去淑娟家找阿浩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淑娟说话好紧张啊，也说不定2个人都已经……哎呀呀呀！听到这，杨东再也无法忍受，想上前教训二狗，却被小舅子打断了。村里的谣言自此越传越多。虽然杨东知道那晚马浩并没有占到妻子的便宜，但心里却始终有块疙瘩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怀疑王淑娟的清白，精神也总是恍惚，噩梦更是没断过。对丈夫的反常，王淑娟以为杨东是太紧张了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东却越发变本加厉，要求王淑娟送饭进房，又故意打翻。王母见女儿情绪不对劲，想让她逛集市散心，杨东又极力反对，让王淑娟哪都别去。此时的杨东因为那些闲言碎语，已然变得不可理喻，对妻子各种冷暴力，不论王淑娟如何解释，他都听不进去。2人在这天终于爆发了争吵，期间还说到了误杀马浩的事。因为那晚小舅子见过他，杨东便觉得自己的命就掌握在王家一家人身上。夫妻俩万万料不到，他们的谈话竟被小舅子听到了。得知姐夫杀人后，小华吓得当即逃跑，不料动静太大，惊动了杨东。杨东当即又疑心四起，而从这晚开始，他便经常梦到妻子一家人报警出卖他的一幕。不堪忍受折磨的杨东再次动了返回城里的念头，而这次却要求王淑娟跟他一起走。可过年将近，王淑娟执意要留下来陪孩子，然而这却惹恼了杨东。疯狂的杨东竟直接动起了手。好在小华听到动静，及时冲了进来。得知杨东想带着姐姐进城，小华再也忍不住，
就要将杨东所担心的东西说出来，却被王母打断了。小华则趁机将王淑娟拉到一边，想跟王淑娟挑明自己知道的一切。然而王淑娟不仅阻止了他，还让小华保证守口如瓶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显然已经越来越复杂。为了平息这一切，王淑娟无奈只能答应杨东一起去城里。弟弟小华在知情的情况下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由两人离开，觉得这样是为了姐姐好。可他万万料不到，这个决定反而将自己的姐姐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来到城里后，杨东对王淑娟的态度并没有好转，总是阴阳怪气地指责王淑娟在家勾引男人。王淑娟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，因为害怕王淑娟报警，杨东更是直接将她锁在了家里，连电话都不让打。王淑娟终于忍无可忍，向杨东提出了离婚。可没想到杨东却觉得王淑娟是想跟他撇清关系，想报警告发他，然后再找个男人过日子。你已经心理变态了，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今年过完年，咱们就回村办离婚手续。王淑娟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杨东，可她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已经彻底激怒了杨东。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你离婚，我是想好了，反正我也杀了一个人了，多杀一个我也不在乎，到时候我连你跟你弟弟一起杀。王淑娟想脱离苦海，可疯狂的杨东却逼得她走投无路。绝望的王淑娟最终留下一份遗书后，选择和杨东同归于尽。深夜，杨东被刺鼻的瓦斯味呛醒，发现奄奄一息的王淑娟后，他马上拨打了求救电话。而医院里，护士很快在王淑娟身上发现了那封遗书，信中交代了夫妻俩如何误杀马浩的经过，以及王淑娟对女儿和家人的歉意。意识到不对后，医院很快报了警，杨东也因此落网。而最让人惋惜的事还是发生了，王淑娟经过抢救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可却因为大脑长时间缺氧变成了植物人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